第36章刺杀。艾琳紧紧闭上了嘴巴，愤怒里带着点恐惧的看着脸庞瘦削、笑容和煦的大使先生。贝克朗伸出右手，上面覆盖了一层橘红色的火焰，静静跳跃的火焰。他上前2步，做出将这只手掌按到艾琳皮肤上的姿态，这让艾琳想到了很多小说里的描写，那些残忍的审讯官会用烧红的铁块烙烫目标的身体，带来极度疼痛的体验。不，对美丽的小姐不能这么粗暴。贝克朗忽然停住前伸的右掌，轻笑了一声，他猛地一抖，将那层橘红色的火焰抖成了一条赤色长鞭，这长鞭烧灼着四周的空气，节节生有倒刺。啪！贝克朗挥出火焰之鞭，抽到了艾琳身上，抽得她衣物焦化绽开，皮肤出现了一条深黑色的烙印痕迹，抽得她脸庞扭曲，惨叫出声。是谁派你来的？贝克朗用温柔的口吻再次问道。艾琳的嘴唇嗫嚅了几下，终于张了开来。是。就在贝克朗下意识倾听答案时，他眼中突然映出了一片血色。不好！贝克朗猛地向后一仰，落地翻滚。而在他之前站立的位置处，有火焰腾的一声蹿起，组成了一面熊熊燃烧的墙壁。噗噗噗！雨点般的血与肉泼洒而出，打在了火墙上，滋滋作响。它们之中有部分穿透了那层火焰，在地上铺就了一条稀疏的血色斑点路。这条路的尽头正是重新站起的英蒂斯大使贝克朗。他看见艾琳的腹部被撕扯开来，看见里面伸出了2条包裹着粘稠液体的手臂。这2条手臂猛然一撑，一道身影从美丽小姐艾琳的肚子里钻了出来。她通体覆盖着血色的粘稠的蠕动的不断往下滴落的液体，有普通成年男人大小。很难想象，作为正常女性且腹部未有隆起的艾琳体内竟藏着这么一个东西，这怎么藏得下？砰！艾琳头部以下的身体彻底炸开，化作纯粹的血肉，涌到了那个人形之物上，和不断滴落的液体混合成了一件怪异的红色的长袍。那道身影露出了本身的面貌，漂亮妖异宛若女性的面貌，而她身上的血色长袍在火光照耀下，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蔷薇主教。作为资深的情报人员，贝克朗立刻就联想到了对应的序列名称：利奇人途径的序列6，蔷薇主教。每一位蔷薇主教都是血肉魔法的专家。这个序列的非凡者能诡异的躲到其他人体内，借此规避各种侦查。但当他钻出来的时候，宿主会因此失去生命。为了主，艾琳仅剩的头颅低喊一声，永远的闭上了眼睛。蔷薇主教伸出右手，在胸口点了4次，按照下上右左的顺序，他映着血色和火光的眼睛随即望向了贝克朗，右脚豁然前迈一步，穿过了那面火墙。未受一点燃烧伤害，只是有暗红色的液体在不断滴落。贝克朗再次向后，忽地拔高嗓音：来人，帮忙！虽然他最得力的助手罗萨哥和几位情报人员已经被派了出去，但大使馆里依旧不缺乏非凡者，那是得到鲁恩王国允许的武官们，是这里明面上的保护力量。1位序列5，1位序列6，3位序列7，以及加起来接近10位的序列8和序列9。贝克朗的声音在房间内不断回荡，却怎么也传不出去。外面的音乐未变，舞会未停，这里似乎成为了独立隔绝的世界。贝克朗理智的停止了呼喊，眯起眼睛审视四周。那位蔷薇主教没急于动手，低笑一声道：这是你自己的意愿，自己制定的规则。你之前告诉守卫，不要打扰，不要靠近，不要让人过来。我放大了你的意愿，你的规则稍微做了点扭曲。你想打破这种间隔，必须战胜自己。贝克朗脸色微变，从这种看似遵守规则，实际却进行扭曲，不断汲取秩序力量为自己服务的特点，想到了另一个序列的名称：腐化男爵。贝克朗低吼出声：这是律师途径，也就是黑皇帝途径的序列6。话音未落，贝克朗的脸色忽然变得极端阴沉，脱口补了一句：牧羊人。你是牧羊人？你是极光会的谁 ？A 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刺杀我？那位蔷薇主教，不，牧羊人呵呵一笑。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接受主的眷顾吧。他话未说完，身体突地僵住，关节仿佛长满了铁锈，整个人一顿一顿，似乎变成了木偶。贝克朗笑了起来，刚才的阴沉瞬间消失不见。他抽出左胸口袋里的白色手帕，擦了下嘴角道：很高兴你能和我聊这么多，
给了我足够的时间。白色手帕被取走后，他左胸口袋处露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脑袋，这是眼睛全黑的木偶脑袋。那位牧羊人张开嘴巴想要说话，却只听见一道仿佛从远处传来的空洞嗓音。你。顿了一下，他的身体豁然膨胀，皮肤变得深黑，头上长出了2根弯曲的有斜翼花纹的山羊角，背后扑扇起弥漫硫磺味道的翅膀。牧羊人一下接近了3米，变成了一个恶魔化的生物，但就算是这样，他依旧像是被人牢牢拴住了每一个关节，动作僵硬而迟缓，思绪也开始模糊。你还有恶魔的能力，不愧是牧羊人，让我送你去见你的主吧。贝克朗没再废话，右掌之中凝聚出了一柄火焰长枪，尖端赤白的火焰长枪。他弯腰摆臂，就要扔出长枪，将那牧羊人钉死在墙上，并烧成灰烬。阴谋家对应的序列期叫纵火家，古代名称是火法师。嗨！就在这时，贝克朗剧烈咳嗽了起来，咳得仿佛要吐出心脏和肺部。咳得火焰长枪失去控制，寸寸消散，咳得脸色通红，额头发烫。他借助神奇物品对敌人的影响也随之解除，那位牧羊人摆脱了滞色，恢复了正常。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和你聊这么多？严重肺炎和止不住的咳嗽的感觉怎么样？那恶魔般的脸庞勾着嘴角问道。一听到这句话，贝克朗豁然就想起了敌人刚出现时漂亮妖异宛若女性的模样，悔恨出声道：嗨，疾病，你嗨，杀了一个嗨，痛苦魔女。牧羊人解除了恶魔化，身体变得隐隐绰绰，层层叠叠。他呵了一声道：不，我只是接受了幽暗圣者的馈赠，我知道阴谋家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接下来我要用我最强的能力了，不让你抱有任何不必要的希望。他的身前浮现出一本书册，透明模糊的书册，这古老的书册飞快翻动，并伴随着低声的吟唱。我来到，我看见，我记录，只要我记录过的，我就能使用一次。这是幽暗圣者特意向我展示的能力，虽然只能有原本一半的效果，但也足够了。牧羊人的声音变得空灵，身体被书册上涌出的黑暗所包裹，他很快变成了一个2米3四的小巨人，通体覆盖着黑色的冰冷的盔甲，只有眼睛位置闪烁着2团深红的光芒。这黑暗骑士举起了手中笔直幽沉的大剑，向前跨出一步，猛地就是一个劈斩。不，为什么？贝克朗的惨叫声里，他体内涌出的层层火焰被劈开了，不断爆发的各种光芒被劈开了，他的身体也被劈成了2半。啪嗒，贝克朗倒在了地上，断口没有丝毫血液溢出，就连他的灵魂也似乎被那黑暗幽沉仿佛不存在的长剑给腐蚀了，泯灭了。轰隆轰隆轰隆，贝克朗体内喷薄出的那些火团失去控制，炸的房间出现垮塌，震得玻璃哐当作响。而这个时候，因为他本身意愿所产生的隔离已经随着他的死亡消失不见，那位牧羊人没有停留，也未等待非凡特性析出，恢复了刚才隐隐绰绰的样子。抓住大使馆的武官们还未赶来的机会，穿过层层墙壁，奔入了外面的黑暗里。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握住把手的右掌停顿了一下，他决定在开门前还是保险的扔次硬币。既然伊恩已经来过，梦境占卜里见到的启示画面已经出现，那危险是随时可能降临。默念着外面的访客会带来危险的话语，克莱恩往上弹出了一枚1/4便士的铜币，并看着它落到掌心，数字朝上。否定，克莱恩无声自语一句，探长拧动了把手，但他并没有因此降低警惕。他知道大使那边有位可以干扰自己占卜的同途径中序列者，如果是对方得到错误的答案很正常。可惜没时间也没机会去灰雾之上确认。克莱恩用灵视隔着木板看了一阵，没发现什么问题，然后拉开房门，向后退了2步。外面那位穿黑白格制服的发型警长取下帽子，一脸严肃地说道：上面的人派我来告诉你，今晚以及明天注意安全，小心陌生人。第37章，丰富的作死经验。好的，克莱恩郑重点头。发型警长摸了下自身的短发道：另外还有些安排，我详细给你解释，你自己做出决定。他的目光望向了客厅区域。克莱恩不失礼貌地做了个请的手势，看着发型警长关门入内，走到沙发旁边坐了下来。有什么安排？克莱恩没脱外套，2只手仍然插在衣兜里，发型的身体略微前倾，双手交握地说道：
你应该很清楚，你惹到了那位大使，今晚或者明天将是你最危险的阶段。上面的人给你3个选择，一是去圣风教堂待2天，我知道你是蒸汽与机械之神的信徒，但圣希尔兰教堂太远了，路上很容易出问题。克莱恩微不可见的颔首，等待着对方给出第2个选择。忽然，他视线一花，脑袋发木，只觉四周像是多了层厚厚的玻璃。他看见法星警长嘴巴的张合变得缓慢，发现自身的思绪逐渐滞涩。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克莱恩一下想到了当初那个安提戈努斯家族的木偶封印物2049。当时他屡次受到类似的影响，但被队长邓恩·史密斯等人唤醒。为了让别人及时察觉异状，他们一直做着屈伸手臂的动作。安提戈努斯家族掌握着占卜家途径，这位的能力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的木偶相似，他是那位占卜家途径的中序列者。果然是他，克莱恩瞬间醒悟。但这个时候已没有邓恩·史密斯来唤醒他。法星警长脸庞的肌肉开始诡异蠕动，他很快变成了一位黑发蓝眸的先生，有着英俊的脸庞和淡淡的络腮胡痕迹。他用微笑的表情说道：只要给我时间，这是高序列以下最难对付的能力之一。他说话的同时，克莱恩看见凸镀窗的玻璃上浮现出了那个穿黑色宫廷长裙的女子。她僵硬迟缓，一顿一顿的走出了玻璃，淡金的头发，精致的容颜和苍白的脸色让她不像活人，更像人偶。我没想到你竟能请到这么厉害的保镖，如果不是我提前占卜出问题，或许我会死在这里。你究竟付出了什么报酬？对了，我叫罗萨哥。罗萨哥没有回头，笑着看向克莱恩，但没奢望被自身控制着的对方能流畅的开口回答。这时他突的感觉脖子处有冷飕飕的凉风吹来，吹得他根根汗毛立起，颗颗疙瘩突出。他的背后似乎有个无形的人正对着他的脖子呵气。罗萨哥笑了一声，抬起左手打了个响指，啪！他的背后忽然腾起火焰，一道透明的幽影熊熊燃烧了起来，很快化成灰烬。克莱恩的视线里，这些动作都分解成了一格一格的画面。这并非对方变得缓慢，而是他的思绪愈发滞涩。他已经控制住了我，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我？反派都爱聊天嘛。不，他不是愚蠢的人，他在以聊天掩饰什么？克莱恩竭力思考，寻找问题，但念头的起伏不可遏制的放缓。他专注的看着罗萨哥，观察对方每一个细微的地方。终于，他看见罗萨哥的两边眼睛里各自浮现有一道身影，淡金头发、蔚蓝眼睛、苍白脸色和深黑哥特式宫廷长裙共同组成的身影。而这个时候，那位女子还在罗萨哥的背后，还在靠近凸镀窗的位置，向着这边一顿一顿的走来，仿佛被人操纵着的木偶。他还没有真正的控制住他，他还在努力反抗和挣扎。他们正于神秘领域不断拉锯。我需要做一点事情，让天平的倾斜改变。克莱恩将注意力移到了左掌握着的污秽之雨符咒上，那冰凉滑腻的感觉满是邪意。他很庆幸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一直保持着随时能战斗的状态。只能伤己连带伤人了。克莱恩鼓起力量，挣扎着说话。他的声带似乎已经腐烂，他的喉咙蠕动是如此艰难。他嘶哑着略有间断的诵念出了那个古赫密斯语单词，污秽，声音回荡之中。克莱恩的左掌掌心感受到了腐蚀般的疼痛，耳畔听到了虚幻层叠让人疯狂的呓语，这是他熟悉的状态，并未影响他接下来的尝试。那尝试就是将绝大部分灵性灌注入那枚污秽之语符咒，这不需要肢体动作的配合。3秒之后，真实造物主的声音将降临于物质世界，钻入离他最近的那个生灵的耳朵里。3，前奏般的、嘈杂的、虚幻的、邪恶的呓语瞬间扩散。克莱恩头皮发麻，脑海嗡嗡作响，只觉血管在不断跳动，思绪再也难以集中。与他只隔了张茶几的罗萨哥表情忽有恍惚，脸皮一鼓一胀，眼睛内的女子身影陡然清晰。2，他背后那个穿黑色宫廷长裙的苍白女子动作一下加快，但旋即就皱起眉头，露出痛苦的神色。此时此刻，克莱恩如愿感受到了影响的减弱，找回了顺畅的思绪，发现关节里重新灌满了润滑油。久经一语考验的他忍着疯狂，忍着痛苦，连抽带扔的将左掌内的污秽之语符咒扔了出去，扔向了对面的罗萨哥。那枚铁黑色的有着诸多象征符号和协议花纹的符咒融化了，
罗萨哥刚找回点状态，试图扑向旁边，就看见了浓浓的幽暗，听到了一声蕴含着诸多知识与极之疯狂的呓语。没有人类能够具体描绘出这个声音。罗萨哥头部的所有血管全部凸了起来，似要爆炸。他翻滚倒地，扭曲着挣扎，皮肤在一寸一寸的裂开，露出了里面的血肉。与此同时，没直接听到真实造物主声音的克莱恩和那位发色淡金、眼眸蔚蓝的女士亦难以承受的栽倒，各自发出惨叫，痛苦的像是被人用铁签插入了太阳穴。他们的眼睛豁然充血，鼻端流下了鲜红的液体，既看不见东西，又感受不到外在的世界。类似经验丰富的克莱恩最先恢复了过来，摇晃着挣扎着站起，看见罗萨哥撕碎了身上的衣物，脱去了外皮，裸露出全部的血肉和经脉。他就像传说里的被剥皮的红色怪物，不断翻滚痛哼着，似乎即将失控。克莱恩没等待结果出现，因为他承受不起对方获得好处，变成真实造物主虔诚信徒的可能。他相信那位邪神对自己肯定也充满怒火。抽出左轮，调整激发，克莱恩跨前2步，绕到茶几旁边，将枪口抵在了罗萨哥的脑袋上。砰砰砰砰砰！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他注视着敌人，连开了5枪，看着对方头部膨胀并后仰，看着对方脑袋炸开，红的、白的、黑的洒满一地。队长，感谢你以前的示范。克莱恩垂下左轮，大口喘气，脸现笑容。他的面前，罗萨哥无头的尸体摇晃了一下，往后倒在了沙发旁边。直到这个时候，那位穿黑色哥特式宫廷长裙的女子才慢慢停止了惨叫，翻滚挣扎的动作亦放缓下来，但她的皮肤似乎透明了不少。看见罗萨哥尸体上的血肉还在蠕动，克莱恩毫不犹豫就拿出了自制的安魂符咒使用。平静宁和的感觉里，那具尸体终于静止了下来。目睹这样的场景，克莱恩念头一转，又拿出梅符咒，低声诵念道：绯红。然后他灌注些许灵性，将这枚符咒丢向了自己的保镖，丢向了那位发色淡金、脸庞苍白的女子。让人沉眠的力量荡漾开来，还未摆脱余音影响，处于虚弱状态的那位女子一下变得安静，昏睡了过去。克莱恩不太放心的又补了一枚沉眠符咒，害怕对方打扰自己接下来的尝试。明斯克街15号又恢复了夜晚的安宁，这次没有东西被打坏，只是地面有所污染，因为3方的较量诡异而隐秘。看了眼罗萨哥的尸体，又望了望沉眠的保镖，克莱恩自嘲笑道：经常作死也是有好处的，至少能获得一定的免疫力。他没有飞快的尝试通灵一事，因为此时的罗萨哥受到了真实造物主的污染，直接通灵等于自杀。但这不表示克莱恩没有办法，他打算去灰雾之上通灵，带着罗萨哥一起去。以他现在的灵体水准，即使有阿兹克铜哨的加固，也无法搬动便携式照相机，更别提沉重好几倍的尸体。但通灵不是通尸体，通的是对方残存的灵性。克莱恩拿出蜡烛，快速布置仪式，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化成了特殊的灵体。变成灵体后，他看到了罗萨哥模糊隐约的残存灵性，发现自己的保镖小姐身体状态有些奇怪，和目前的他相当接近，但又有很大不同。克莱恩没浪费时间思考，携带着阿兹克铜哨，包裹住罗萨哥残存的灵性，进入了灰雾之上。具现出相应的仪式物品，布置好简单的祭台后，克莱恩飞快进行起通灵仪式。这个过程里，他愕然发现自己无需再祈求谁，直接就能通灵，就像真正的通灵人一样。呼，这就是我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特殊权限。克莱恩念头一闪，诵念出了占卜语句。占卜家途径的魔药配方第38章收获。占卜家途径的魔药配方。克莱恩后靠住椅背，以梦境占卜的技巧尝试着通灵。灰蒙虚幻不够真实的世界里，一盏煤气灯忽然亮起，照出了地面铺着的石板，照出了摆放有一卷羊皮纸的书桌。占卜家和小丑的配方相继闪现后，罗萨哥身穿袖口蓬松的衬衣，立在旁边，听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晋升之前，我要提醒你一点，你最近太依赖占卜了。占卜是启示，是结果，无法告诉我们过程。比如，你占卜一只铁路股票是否能赚钱，得到的答案是肯定，于是就投入了所有的资金。但实际上，那启示的真正含义是，从长期来看，在30年后，这只铁路股票会赚钱，而那之前
跌胜过涨。命运不是那么好掌握的，很多时候没办法定性定量，占卜不是万能的。另外，占卜也会被干扰、被误导。这个世界上存在太多无法理解的事物。如果你完全依赖占卜，那你将来必然会因此而死亡。占卜是启示，必须配合本身的小心、谨慎和克制。罗萨哥就是因为污秽之雨涉及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无法占卜出相应的危险，所以才死在了我的手上。要不然以他那诡异的能力，我和保镖小姐今天很难幸免。这同样也是对我的提醒，即使我有灰雾隔绝干扰，也不能大意，再笃定的行动也要留点余地。从这些话语看，他们当时似乎还不知道扮演法，要不然有些话可以直接概括为敬畏命运。思绪电转间，克莱恩听到罗萨哥做出回答，展开了羊皮纸序列7魔术师。主要材料：迷雾树人的真实根茎1块，斜纹黑豹的全部脊髓叶。辅助材料：纯水60毫升，迷雾树人的汁液30毫升，水形宝石粉末3克，迷幻草精油4滴。魔术师，这也是马戏团的啊，可以和占卜家、小丑组成马戏团3巨头了。克莱恩先是吐槽了一句，继而想起之前遭遇过的那个燕尾服小丑，他看来就是魔术师，能力好像有打响指、发空气弹、火焰跳跃、抽纸为冰，挺不错的嘛。仅是可以快速施法这一点，就能极大地提升我的战力。念头闪烁之中，克莱恩看见场景发生了变化。这一次是富丽堂皇的房间，周围有各种金色的雕塑和装饰，同样是之前那道声音，同样是一定的提点。根据我的经验，服食这份无面人魔药后，你必须记住一点，你能假扮成任何人，但你只能是你自己无面人。占卜家途径的序列6是无面人，这应该就是让罗萨哥能够变化成法星警长的那种非凡能力。这么看来，贾泽瑞尔侦探也是他扮演的。蠕动的饥饿让麒麟格斯可以变化成不同容貌的人，和这种非凡能力很吻合，看来是某个无面人死在了他的手上。这种能力不会提升正面战斗的水平，但在很多场合比90%的非凡能力有用。难怪罗萨哥赶过来杀人，不害怕落入陷阱。这个能力对我意义重大。想到这里，克莱恩下意识睁大了眼睛，看见罗萨哥拿起一片薄薄的黄金书页，上面写着诸多赫密斯文字。序列6无面人，主要材料：千面狩猎者异变的脑垂体，人皮幽影的特性。辅助材料：千面狩猎者的血液80毫升，黑色曼陀罗汁液5滴，龙牙草粉末10克，深海那家的头发3根。千面狩猎者，这好像是巨龙的一种，不是特别厉害的类型，应该不是心灵系的巨龙，但也非常稀有，接近绝种了。克莱恩瞬间回忆起了对应的神秘学知识。这个时候，他眼前的场景未变，罗萨哥的穿着和位置却改变了。他戴着白色假发套，身穿深黑燕尾服，脸上有着浓密的胡须。这次的晋升不再像之前那么简单，魔药必须配合仪式来服食。一旦成功，你将获得高序列以下最难被克制的非凡能力之一。说话的人已经改变，嗓音更加苍老。罗萨哥有所预料的问道：什么仪式？去海上找一条美人鱼。在他的歌声里服食魔药说话的老者打开了一本描绘有无数神秘符号的古老书册，这书册表面忽有光芒蹿起，于半空勾勒出一行行古赫密斯语。序列5密偶大师。刚看到这里，克莱恩忽然一阵头疼，这是灵性接近枯竭的表现。之前的战斗里，光是污秽之雨符咒就消耗了他大部分的灵性，后来他不仅又用了3枚黑夜女神领域的符咒，还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能支撑到现在，已说明他比过去有了长足进步，在小丑魔药的消化上有了长足进步。画面闪烁摇晃，行将破碎之际，克莱恩强行撑住，将配方剩下的内容扫入了眼帘。主要材料：古老怨灵的粉尘，6亿石像鬼的核心结晶。辅助材料：苏尼亚岛金色泉的泉水80毫升，龙纹树的树皮10克，古老怨灵的残余灵性。6亿石像鬼的眼睛一对。晋升仪式，在美人鱼的歌声里服食魔药。咔嚓，克莱恩不再强撑，让梦境化作无数虚幻的光点消失。他捏着额头，几乎昏迷过去，在罗萨哥残余灵性和些许疯狂感觉齐齐泯灭的同时，被无形的力量推回了现实世界。沾满血液、脑浆、头发和各种碎片的地面映入克莱恩的眼帘。他弯腰干呕了2下，稍微清醒了一点。
没有灵性会直接退出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克莱恩环顾四周，发现保镖小姐还在沉眠，他连忙熄灭蜡烛，收拾好仪式相关的事物，然后喘着粗气，缓了片刻，终于让灵性滋长恢复了一点。就在这时，一阵阴冷的风吹到了他的脖子上，吹得他瑟瑟发抖，思维僵化。克莱恩猛地扭头，再次望向凸肚窗位置，看见身穿黑色哥特式宫廷长裙的保镖小姐已然苏醒，漂浮了起来。她淡金的头发和苍白的脸色似乎暗淡了一些，整个人愈发的虚幻，皮肤隐有些透明。克莱恩按照早就想好的说辞，慌忙解释道：“我打包她的脑袋后，发现她的身体还有蠕动，因为害怕她尸变，赶紧就把身上所有的符咒都用了。我当时很紧张，很慌乱，可能有波及你，这大概就是之前占卜里招式的风险吧。要是他不满意，认为我袭击了他，那我就完了。”克莱恩略有些忐忑的想到，这真实的心情让他的表现更加完美。保镖小姐低头看了眼自己，语气飘忽没什么起伏地开口道：“最开始的是什么符咒？我在聚会里买了一只黑色耳朵，400磅，说是可以听到伟大存在的声音。如果足够幸运，能获得不少好处；要是倒霉，会当场死亡。我当时没能请到保镖，又有这样危险，只好赌一把。结果还不错。”克莱恩用绝对的真话回答：“我听到伟大存在的声音后，那只黑色的耳朵就自己破碎了，变成了这么一枚符咒。”保镖小姐蔚蓝的眼眸缓慢扫过了他，屋内一片安静，有种凝固般的沉然。终于，这位穿黑色宫廷长裙的女士点了下头：“你最好找位心理医生，意思是我已经成为潜在的疯子了。”他猜到是倾听者的遗物了，也明白罗萨哥的灵性肯定被真实造物主污染了，不会怀疑我故意让他沉睡，趁机通灵。这也能解释我为什么比他更快摆脱抑郁的影响，毕竟我是真实造物主制造的潜在疯子。克莱恩勾了下嘴角：“我们快点收拾现场吧，也许军情9处的人会过来看一看。”他指着罗萨哥的无头尸体道。说话间，克莱恩戴上手套，靠拢过去，蹲了下来，快速寻找起遗物。他很快找出了10几磅的现金，一些精油和草药粉末，2个剪裁粗陋的纸人，以及一张奇怪的纸。那纸呈橘黄色，上面用太阳对应的象征符号魔法标识圈出了一个空白的长方形，仅是握在手中就让人感觉很温暖很安稳。这是什么？克莱恩没有掩饰自己的疑惑。保镖小姐不知什么时候已漂浮到了他的背后，简单的回答道：“公证人对应的神奇物品。”公证人。克莱恩先是愕然，旋即想到罗萨哥是英蒂斯共和国的情报人员，那边信仰永恒烈阳，蒸汽与机械之神，而永恒烈阳同时也是契约之神。这是歌颂者途径的序列6还是序列5？公证有效，非凡能力短暂提升；公证无效，非凡能力被强行驱散。保镖小姐没多做解释，粗略描述了下作用。克莱恩正要说话，忽地看见罗萨哥的无头身体和血液脑浆内有点点幽邃的光芒析出，彼此吸引着凝成一团，化作了一只没有瞳孔的全黑眼睛。这又是什么？克莱恩故作无知的再次问道。没有价值的事物。保镖小姐保持着特有的说话方式。没有价值？克莱恩皱眉反问。他其实明白保镖小姐的意思。正常来说，如果罗萨哥最终失控，会留下诡异的可怕的封印物，要是没有，他的这些非凡特性则能作为序列5密友大师的魔药主材料，总之会有很高的价值。可问题在于，他既没有失控，又受到了真实造物主的污染，于是成为了有邪神烙印的魔药主材料，用它来调配密友大师。克莱恩相信那是在服毒自杀。保镖小姐看着那只全黑的眼睛，第二飘的说道：“被邪神污染了，没有价值了。真有价值，而且价值很高的话，我还得担心您会不会顺手解决我。”克莱恩指着罗萨哥的遗物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战利品，一人挑一些。你先。”保镖小姐侧头瞄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飘过去拿走了那张公证书。和我想的一样，以后得寻找和学习去除邪神污染的神秘领域知识。克莱恩拿出铁质卷烟盒，弯腰捡起了那只全黑的眼睛。第39章尾声。克莱恩的手指刚触碰到那只全黑的眼睛，耳朵里就出现幻听，脑袋阵阵抽痛。但与此同时，他的世界里多了些奇怪的东西。那是数不清的黑色虚幻细线，从保镖小姐和他自己身上，从肉体每个部位蔓延而出，
穿透虚空，通往无穷远处。这是一幅能让密集物恐惧症患者晕过去的惊悚画面。克莱恩忽的呲牙，再也承受不住被腐蚀、被污染般的感觉，将那只全黑的眼睛放进了铁质卷烟盒内。一切恢复了正常，他的负面状态得到缓解。直到这个时候，克莱恩才有余力去做猜测，那就是密偶大师非凡能力的本质，能看见并控制每个人身与灵上的某些线。可惜啊，被污染了，副作用太大，没法当成神奇物品。暂时不考虑到灰物之上尝试进化，这算第二次在那里招惹真实造物主，很有可能被做好准备的他找过来，到时候估计复活都没法复活了。先学习和掌握了相关方面的知识，再做决定。呼，他吐出一口浊气，在保镖小姐选了那简陋的纸人和相应的材料后，再次弯腰拾起那13磅五苏勒8便士的现金。然后他看向罗萨哥无头的尸体和满地的血污，颇感头疼的说道：“我们清理现场吧。”但经头发苍白脸色的保镖小姐漂浮于旁边，语气平淡的说道：“我来，你来。”克莱恩半是愕然半是疑惑的停下动作，侧头望去。保镖小姐半飘半走的来到罗萨哥身旁，蹲了下去，趴到了那具尸体上。她慢慢沉了进去，她和那具尸体合二为一了。罗萨哥尸体的手指弹动了2下，周围的血污、脑浆和碎片纷纷倒流，重新于脖子处汇聚出了一个脑袋。但是这脑袋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无数裂缝，就像是一块块细小碎片拼成的恶心玩具。它如同被打裂却没有立刻碎开的玻璃，里面依稀有血污和脑浆在流淌，依稀有手枪子弹的弹头反射光芒。克莱恩忍不住倒退了一步，觉得这能成为所有鬼故事里排位靠前的惊悚形象。罗萨哥的尸体爬了起来，拿起那顶警察软帽，半遮住了脸孔，而周围的杀人现场已干干净净，再无丝毫痕迹，无与伦比的专业。克莱恩在心里赞叹了一句，他看着保镖小姐驾驭那具尸体，软帽遮面，步伐沉稳的走向门口，下意识就叮嘱了一句：不要坐马车，不要走路灯很亮的地方，那会吓坏车夫，吓坏行人的。保镖小姐没有停顿，完全无视了他的话语。突然，克莱恩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之前疏漏的一点，忙又补充道：你回来的时候，去莱斯警察分局、法辛警长的家里，或者明斯克街周围找一找罗萨哥原本的衣物。罗萨哥穿的是警察制服过来，而无面人的能力很显然只涉及本身，所以他之前的衣服在哪里呢？他不可能今晚一直都穿的是警察制服。要是被军情9处和警察部门在附近找到了罗萨哥的衣物，而我没受什么损伤，事情就会有点麻烦。保镖小姐可不是隶属于合法非凡者小队的强者，一名普通侦探能拿出1000磅请保镖也足够引人怀疑。克莱恩不断思索，要将事情的所有漏洞提前堵住。就在他打算以占卜能力帮助保镖小姐寻找罗萨哥原本的衣物，并把丢失的警察制服送回去时，罗萨哥的尸体停顿了下来，用摩擦铁锈般的嗓音回答道：我知道。咦，很有信心的样子吗？对了，保镖小姐的状态介于肉体和灵体之间，而占卜的原理就是心灵体遨游灵界，所以她全凭本能就会占卜。克莱恩有所恍然，没再多说，将左轮手枪里的弹壳也给了对方，然后目送罗萨哥的尸体自己开门，自己远去，并很轻很礼貌地关上了大门。我挑选的战利品是被真实造物主污染的非凡特性，相信没有谁能占卜得出来，就算有，也会提前感受到危险，不敢占卜。克莱恩边复盘边走回沙发区域，坐了下来，颇感后怕。刚才那场战斗前后不超过1分钟，也没有激烈到破坏什么东西，但暗藏的汹涌和危险却仅次于他面对梅高欧斯和他肚子里婴儿的经历。即使有很厉害的保镖小姐，即使有污秽之语，他也差点被罗萨哥控制住，没有反抗之力的被杀死。密偶大师的能力真的很诡异，很强大。根据非凡特性守恒定律，罗萨哥遗留的非凡特性应该包含序列5、序列6、序列7、序列8和序列9的全部魔药主材料。如果不是有邪神的污染，他配合辅助材料，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直接成为序列5的非凡者。当然，这种拼运气的晋升法早就被历史抛弃了，这是最原始最危险的方法。按照序列一步一步晋升是无数先辈用生命验证出来的最好办法。如果将来可以除掉真实造物主的污染，我必须也只能在序列6升序列5的时候用罗萨哥遗留的非凡特性，
而多余的那部分特性怎能让我更加强大？就像队长那样。克莱恩回想着之前的事情，抬手捏了下额头，转而思考更重要的方面。罗萨哥出现，说明赫尔墨修因手稿的争夺已经结束。他身上没有符咒，是因为在之前的战斗里用了。这么重要的时候过来，他应该有转移视线的想法。呵，军情9处的人估计是没想到他会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大胆的来报复，都没派人监控，只能被动的等待罗萨哥给予信号。罗萨哥是贝克朗的助手，他的行动应该只受贝克朗的指挥。他死亡之后，只要贝克朗也跟着死掉，那整件事情就再也没有一点隐患了。不知道刺杀有没有展开，有没有成功？今天晚上，由于争夺赫尔墨修因的手稿，贝克朗身边的保护力量将处于最弱小的状态。如果是我，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贝克朗肯定没有想过会有人来刺杀他。克莱恩闲着没什么事情的掏出枚硬币，低声诵念道：贝克朗已经死了。铮，一便是面额的硬币翻滚着腾跃，又落了下来，掉到克莱恩的掌心，人头朝上。这表示肯定，贝克朗死了，那边成功了。克莱恩心中一喜，紧绷的状态豁然放松了下来。没有罗萨哥的干扰，他相信这个结果是正确的。这件事情终于结束了。克莱恩吸了口气，缓缓吐出。他慢悠悠的往后倚住沙发靠背，又疲倦又轻松的望向窗外那若隐若现的绯红之月。英蒂斯共和国的大使馆内，2位武官半蹲在贝克朗的尸体旁，检查着他的死因。他们的同伴，他们的上司已经追了出去，试图抓住那位刺客，但是所有人都明白，已经晚了，没什么希望了。肺部有严重的损伤，疑似疾病，致命一击非常强，比我见过的所有序列5非凡者的攻击都要强。其中一位武官低声说道：疾病，地面和床上有明显的血肉魔法痕迹，但墙上没有，而打斗的声音和动静都未能传递出来，再加上那致命一击的腐蚀和泯灭特点，至少有4种不太关联的非凡能力了。另一位武官站了起来，自言自语般描述着现场的状况。他忽然停顿，与另外那位武官对视了一眼，同时开口道：牧羊人。默然几秒，蹲着的武官皱眉道：也许是一个团伙，至少4位不同的非凡者，那我们就等着被审判吧。单独的蔷薇主教通过秘法混到大使身边，我们没有发现很正常，另外的3位怎么混进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站着的武官否定了这个猜测，迟疑着说道：但我听说另一种序列也能制造类似的效果，好像是叫记录官，我不知道是哪条途径的，也不知道属于哪个组织。蹲着的武官点了点头道：牧羊人的嫌疑最大，极光辉又都是些疯子，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我们从那个引诱大使的女人身份调查，该死，鲁恩王国肯定不会让我们自己调查。极光辉那帮该死的，该被驴干屁股的疯子。站着的武官懊恼摇头，大使被刺，他们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忍着疲惫翻看报纸。过了20多分钟的样子，他忽地看见凸肚窗上浮现出穿黑色宫廷长裙、留淡金长发的保镖小姐。弄好了，克莱恩下意识问了一句。保镖小姐轻轻点头，没有开口。克莱恩想了想道：感谢你的保护，这件事情到这里结束，剩下的900磅我分2天支付你，你知道的，取钱有限额，还是交给马里奇。那位脸色苍白的女士张合起嘴巴，声音仿佛穿透虚化而来，飘忽着回荡道：直接给我，我承诺的是保护你3天，而不是1次。女士，你真有契约精神，可是这样我就很不方便了。难道你明天跟着我去捉奸？3天，今天是周4，到周日下午结束。不影响塔罗聚会，还好。克莱恩揉了下额角道：好吧，我该怎么称呼你？你不需要知道。保镖小姐提了下哥特式宫廷长裙，微微行了一礼，消失在了凸肚窗上。第40章 Yes Sir， 真是很有风格。面对保镖小姐的回答，克莱恩上翘嘴角，露出明显的笑容。能短暂抗衡罗萨哥这位密友大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拉锯，他多半也是序列5的强者，不知道是哪个序列的，魔药名称叫什么，状态相当奇特啊。要是没有他，我根本连使用污秽之语的机会都没有。克莱恩随手拿起旁边的报纸，装作翻看，
实则思考。不过他很快就将重点转移回了本身是否还有漏洞的事情上，比如罗萨哥遗留的被污染的非凡特性具备强烈的灵性光彩，仅靠铁质卷烟盒的阻隔很可能遮掩不了，那会在别人灵视的窥探下直接暴露。克莱恩悄然开启灵视，低头望向衣兜，只见铁质卷烟盒内有隐隐约约的色彩透出，但并不明显，相当稀薄，这与他本身的气场颜色混杂在了一块，再难以分辨，难以察觉。不错，至少得高序列强者才能隔着两重干扰看出来，难怪草药粉末和相应的精油纯露等各种材料都必须用金属小瓶，而不是木质的容器，因为它们之中有部分蕴含着灵性，而灵视水平较高的话是可以穿透木板看见气场颜色的。克莱恩忽然明白了一些神秘学领域的注意事项，他以前是按章办事，没去考虑为什么，现在则明白了规则背后的真实含义。反复确认无误后，克莱恩放下报纸，走向2楼。他原本打算脱衣洗浴，彻底放松一下，但想到家里有个不知道会出现在哪里的保镖小姐，又觉得有些不自在，干脆只洗脸刷牙，用热水泡了个脚。回到卧室，脱掉外套，藏好物品，克莱恩倒在了床上，因为太过疲惫且强撑了好一阵子，他的精神颇为紧绷，反倒无法飞快入睡。睁眼望着天花板上的绯红月华，克莱恩没试图用冥想的方式深层次沉眠，而是漫无目的的展开了思绪，就像骑着马没拉缰绳一样。想着想着，因为在停更室遭遇了太多的巧合，而且事后明白了这与封印5008有很深关系，所以他迅速注意到一个问题。我抵达贝克兰德后的第2个案子就让我获得了接下来3个序列的魔药配方，这会不会太巧了？虽然这符合我占卜得到的启示，变强的希望在贝克兰德，但也太快太简单了吧。简单不是指难度，而是指事情的周折程度。这件事情很困难很危险，但并不复杂，显得简单。按照我的预期，应该是通过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修小姐和他同伴对密修会情报的搜集，一点点抓到这个古老组织的尾巴。经过多次波折，终于才获得配方，这至少以3个月为期，谁知道这还不满3周就成功了，不会又是被谁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吧？从头再复盘一次，密修会与英蒂斯共和国有一定关系的事情并非偶然，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占卜家和无面人的能力很适合情报组织。类似途径的中序列者成为贝克朗这个情报头子的助手是合理且正常的事情，不存在巧合，大使派人报复我，应该有转移视线的想法，那让最容易得手也最容易逃脱的罗萨哥过来是有效降低风险的选择，并不让人意外。伊恩在认识的侦探都不接受跟踪泽瑞尔的任务后，从报上找新的侦探是相当正常的想法。当时打广告的新侦探并不多，甚至可能只有我一个。贝克兰德邮报上只有我一个。就像之前总结的那样，问题是莫尔索太忙了，是我担心日常不好伪装，反而容易引人关注，没去遮掩容貌。这2点虽然都存在被影响的可能，尤其是前者，但符合相应的性格、心态和出身来历，而且这不是重点，这不能解释我遇到的第2个案子就涉及占卜家途径中序列者的问题，命中注定，感觉不对啊。再往前想一想，我穿越过来以后卷入的第1个、第2个案子也都与占卜家途径有关。当然，这能用0到8分的安排来解释，将那个涉及安提戈努斯家族宝藏的复杂数眼符号展示给我看。我当时想到的理由是，在安提戈努斯家族的血液绝种后，他将身为占卜家且接触过他还活着的我是做了传承的对象。现在想想，这个理由非常儿戏。万一我是虔诚的黑夜女神信徒呢？不过当时我也只是做了个猜测，没进行肯定。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宝藏明显就涉及了占卜家途径。再想深一点，为什么我会穿越过来？为什么我刚好附身在克莱恩的身上，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那个时候，克莱恩正好进行了黑占卜，被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控制着自杀，而那本笔记很显然与占卜家途径有关。另外，我看到的第1份罗塞尔日记就有后悔没选学徒、偷盗者和占卜家的内容，这很巧合。从头梳理到尾，除了涉及0到08的部分，那些事情都显得很凌乱，不像是有意识的安排，更接近于一种被动的吸引，互相的吸引，有间断的吸引。我吸引着和占卜家途径相关的事和物，同时被他们吸引着。想想挺诡异的，这种吸引甚至能间接影响命运，让阿兹克先生都看不出来。我身上有什么奇怪的特性吗？
这种特性让我能有限的死而复生。想到这里，克莱恩顿时有去灰雾之上占卜确认的冲动，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不仅是因为保镖小姐也许正在镜中看着，还由于他认为自己最大的特性就是拥有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所以用它来占卜他自己，显然不可能会有答案。至少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操纵痕迹，单纯只是吸引的话，还能接受。而且我已经选定了非凡途径，序列4之前都没法再更改，暂时走一步看一步吧。先坚定的不去霍纳奇斯山脉找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宝藏。呵呵，我有种预感，我将来会说真相。克莱恩无声自嘲了一句，感觉缓过来的疲惫逐渐涌上，让他的眼皮止不住的合拢。他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个想法是多参加各种非凡聚会，以及通过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和太阳同学搜集魔术师对应的非凡材料，有无面人的也不拒绝。另外，尽量弄一件负面效应不严重的神奇物品，在消化完成、实力提升前多点自保之力。除此之外，投资、接委托、攒钱，并寻找兰尔乌斯，用他做复仇的起始，也算是练手。这就是克莱恩之后的打算。上午7点，他自然醒来，外面依然阴沉沉，雾蒙蒙。克莱恩起身走向门口，路过全身镜时，看见保镖小姐突然浮现了出来。她戴着那顶不变的黑色软帽，脸色一如既往的苍白，声音穿透玻璃，虚幻飘忽的钻入了克莱恩的耳朵。昨晚军情9处的人来过，我该说警察果然迟到了，还是感谢他们迟到了？克莱恩微笑问道。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吧？对于答案，他非常的笃定。如果军情9处真有什么发现，他哪能睡到自然醒？没有保镖小姐身影变淡，消失在了镜子里。他这种能力很厉害啊，用灵视都发现不了。也许可以用罗萨哥遗留的非凡特性看到，发现那些隐秘的丝线，从而找到保镖小姐。克莱恩心中一动，回到床边，从枕头下方掏出了那个铁质卷烟盒。他刚刚入手，还未来得及打开，后颈处忽有刺骨凉意袭来，整个人瞬间汗毛耸立，浑身发颤。啪！他手一松，铁质卷烟盒掉在了地上。这是保镖小姐的警告。克莱恩干笑2声，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的将铁质卷烟盒塞进了裤兜里。洗漱完毕，穿好衣物，他来到1楼，从门外的报箱里取出了订阅的那几份报纸。展开塔索克报，克莱恩看见了醒目的头条：英蒂斯大使贝克朗遇害，恐怖组织极光会宣称对此负责。结果出得这么快，而且极光会明明只是接受委托，为什么要宣布负责？恐怖组织也是要刷逼格，要树立形象的，这样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新鲜血液，这与秘密传教相辅相成。A 先生很厉害嘛，应该是牧羊人。克莱恩立在门厅处，详细的阅读着新闻。根据新闻的描述，现场有极光会袭击贝克朗大使的证据，而后续的追查里也找到了极光会故意遗留的书信，宣称负责的书信。在新闻的最后，记者大概介绍了极光会，列举了他们做过的一些违法事件，让他们的名气瞬间超过了绝大部分隐秘组织。不管怎么样，事情彻底结局了。克莱恩吐了口气，侧头望向窗外，看见淡薄的雾气弥漫，稀疏的阴雨滴落。这种时候，不是应该来灿烂的阳光、晴朗的天气应个景吗？克莱恩自嘲失笑。而接下来，他得出门去捉奸了。